大家好，这次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土豆从种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。这次我选用的是种植袋的方式来种植土豆，这种方式不仅播种起来非常简单，将来收获也会特别的容易。这次的视频预计历时会在100天左右，大家接下来就跟我一起看一下吧。首先是从店里买来种土豆，一般土豆有紫皮的、棕皮的，还有金黄色的。我这次种2种土豆，一种是这种紫皮的土豆，另外一种是这种棕皮的土豆。我先把个小的土豆给挑出来，这种小土豆直接拿来种就可以了。这些是挑出来的可以直接种植的小土豆，剩下的个头比较大的土豆可以用刀沿着芽点给它分成2、3块。像这样1分为2就变成2颗土豆种了。这种有3个芽点，可以尝试着分成3块。这样就变成3颗土豆种子了。这种切开的土豆要给切口的地方蘸上草木灰，过几天再使用。草木灰能够加快伤口的干燥愈合，避免腐烂。接着准备几个大的种植袋，我这个是20加仑的。种植袋的底部装上大概约10厘米的土。我准备的土是以堆肥土为主，混上一些泥炭台，然后再提前加上一点草木灰制作而成的。接着每个种植袋里边加上3、4把的鸡粪肥，然后和堆肥土混合一下。接着把土豆均匀地摆在种植袋底部土壤的上面。我们种植土豆的数量是按照每5加仑种植2个土豆种子，所以我这个20加仑的种植袋大概就要种7、8个土豆种子。土豆种好后，再给它上面盖上10厘米左右的土。最后再加上水就可以了。种土豆的土要保持松软、湿润又不积水的状态。下过几场春雨之后，土豆差不多都发芽了。看看这几个种植袋里边，发芽情况都差不多。种植袋盆栽的土豆要经常的浇水，保持土壤的湿润。除了每隔1、2天的浇水，土豆在这个阶段也没有其他太多的事情可做，管理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。现在是1个月多一点，随着温度升高，雨水增多，土豆是越长越快了。看看这些苗的顶部已经快要长出种植袋了，我们需要给它培土。这边的2盆紫色土豆生长的能力更强，都已经高出种植袋了。培土能够促进茎部根须的生长，根须能在新培的土里形成更多的土豆，培土越多，收获就会越大。土豆喜欢微酸的土壤，所以需要培的土我还是以堆肥土为主，再混合上泥炭台。我会在这个时候结合着培土给土豆施肥，方法是把有机复合肥和准备好的堆肥土、泥炭台混合在一起。我给土豆追肥用的是这种氮磷钾为344，同时含有钙镁硫的有机复合肥，用量就是每盆土豆大概抓上2、3把就可以了。其实土豆更喜欢中氮、低磷、高钾的肥料，也就是差不多2:1:4的氮磷钾比例。不过我这儿这种比例的复合肥不常见，所以用常见的344复合肥，有条件的话再额外补充点钾肥，能够进一步提高土豆的产量。对于磷肥，因为吸收不了那么多，会稍微浪费掉一部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最后拿上1加仑的壶，用水溶解1到2汤勺的浴盐。每盆土豆浇上半壶水，前期能够增加叶绿素的形成，提高光合作用的效率。后面长土豆了，可以促进土豆膨大，也能让果实长得周正圆润。现在的土豆大概有1个月零3周了，今天我们来继续给它施肥培土。这2盆紫土豆已经高出种植袋很多了，而且长得是相当的茂盛，都已经长爆盆了。再来看上面，已经长出了一些花骨朵了。这2颗棕土豆要稍微矮上一头，不过也已经高出种植袋不少了。这一次我就直接把种植袋用土给它填满了。土还是和上次一样，是堆肥土和泥炭台的混合。肥料这次是用鸡粪肥，还是按照每1盆土豆3、4把的量，把鸡粪肥混合到土壤里边。施肥总体上还是按照低磷、中氮、高钾的原则来进行。
我们最开始种植土豆的时候，土壤里边是加了草木灰来补充钾肥的。不过种土豆的时候，草木灰最好只当底肥来用，后边追肥就不用了。原因是土豆还是比较喜欢微酸的土壤环境，草木灰加多了容易引起 pH 值的上升，对土豆的生长不利。上次培土的时候提到了额外补钾的方案，就是用这种专门的钾肥。这个是氧化钾，含量是60%，钾的比例非常的高。看看就是这样的颗粒，是有一点发红的。使用的时候我们就给它一点就够了，大概是每一盆土豆给它1-2茶勺，也是给它混合到土里边，然后在培土的时候一起就施用了。最后从边缘的地方把土给土豆培进去。最后再小心的从上面的缝隙加进这些土。来看一下，这样这盆土豆的土就加满了，我们后边就不用再给土豆进行培土了。然后用同样的方式把其他土豆的土也给它培完。最后我们还是把1汤勺的浴盐加在1加仑的水里边，给它浇水。看着土豆长得都爆盆了，现在离上一次培土只不过才过去10天的时间。盆栽种植照顾得精心，所以长势要比大地种植的好很多，而且还不容易生虫。这个时候，大地里的土豆已经开始出现很多的马铃薯甲虫了，理论上应该传播不到盆栽这里。如果万一来了，使用有机的生物杀虫剂，比如多杀菌素或者是苏云金芽孢杆菌来处理一下就行了。唯一要注意的还是种植袋保水性差，如果不常下雨，要勤浇水，保持土壤湿润。我这几盆土豆长得是太茂盛了，盆间距有点小了，我来把它们稍微的分开一些，这样稍微疏松一些，生长的会更好。今天是6月21号，离上一次拍摄又过去了11天。大家来看一下，原本郁郁葱葱、笔直上涨的土豆枝叶，突然间就散开了，已经可以看到种植袋里面的土了。这说明离土豆成熟已经不太远了。种植袋种植肥水流失比较多，我再给土豆最后补充一点点钾肥，大概是每盆1到2茶勺。如果是普通的盆栽或者是大地栽培，这个阶段基本上就不需要再追肥了。施完肥再盖上一点土，我用这种小的碎木护根，盖住肥的同时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湿作用。最后给浇上水，继续等待土豆的成熟。今天是7月4号，美国的独立日。从这一天开始，天气也正式由热变到酷热了。大家再来跟我一起看一下这几盆盆栽的土豆，我们看到这些土豆倒伏的更严重了，很多叶子的边缘也已经开始干枯了。这其实是土豆慢慢变成熟的标志，应该是不出2周，土豆就可以收获了。现在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水分蒸发特别严重，所以要注意每天浇水，保持土壤的湿润。种土豆从种植到收获一般的周期就是90多天，所以要选好日期，尽量在酷热到来的时候能把土豆给收获掉。因为土豆如果太热的话，生长也就不好了。现在已经进入暑伏天气了，大家来看看这几盆种植袋盆栽的土豆。土豆秧已经处于半干枯的状态了，这也说明收获土豆的时候到了。今天刚好是土豆种植的第100天了，咱们先把土豆的秧子给它拔出来。接着可以把整盆的土给倒出来。这里边还混了一个棕色土豆。
最后找个纸盒子，把这些土豆都给它收起来。最后给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。土豆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已经晾了有3天了，现在基本上都干了。接下来就把上边的土给它掸掉就可以了。你可以找一个这样的小毛巾，稍微给它擦一擦。土豆也可以清洗，不过清洗之后保存的时间就相对短一点。如果这样轻轻的把土给掸掉，不清洗，保存的时间会更长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把剩下的都给它挨个的弄干净了。看看这种新鲜的土豆，皮儿特别薄，轻轻的一擦就会掉，所以擦的时候也稍微小心一点。好，土豆这样就全都擦干净了，接着就把它装在这种透气的袋子里边就行了。行了，装了一袋子。最后我们就把它放在室内阴凉通风的地方，能放很久，放几个月是没有问题的。虽然说土豆在室内阴凉通风避光的地方能放上很久，不过通常我们也不会真的放那么久，因为自己种的土豆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时不时就会拿出来吃一下，有的时候把它当主食来吃，消耗的就更快了。所以实际上根本不需要放那么长时间的。大家有机会的话，也来试一试自己种植土豆。虽然土豆的价值不高，但是自己种出的土豆实在是太香太好吃了，外边买的土豆是根本没法比的。